各位朋友，人類文明在演進的過程中會遭遇到很多的大過濾器，有天災有人禍。你比如說是小行星撞地球无盡的宇宙和这個永遠超不過的光速那麼人禍方面呢，我在世界上第一個給大家提出來了，女權也是人類文明的大過濾器。為什麼呢？因為人類竟然免除了身為繁衍人類的責任者的女性的生育的責任，那人類不是自己在找死嗎？所以說女權，注意我還沒有加極端女权呢，女权也是人類文明的大過濾器。好吧，说完了这個感慨我們說說12年前央視的朱军被一個實習生給告騷擾，結果朱軍呢就在央視的屏幕上消失了。2014年21歲北京戏曲學院的學生弦子在央視藝術人生實習的時候，舉報主持人朱軍在化妝間對其性騷擾近50分鐘後來呢，這個警方調查法院的判決結果，弦子的衣服上只檢出他自己的 DNA， 沒有他人的痕跡。監控顯示兩個人同框不足5分鐘。所謂的目擊者嚴文文發聲明，當天根本就沒錄節目。北京海淀法院和一中院兩審均判定證據不足，弦子呢被控構成名譽侵權，判他公開道歉加賠償65.5萬元。弦子拒不執行，被列為失信執行人後跑路加拿大。朱軍雖然勝訴，但是呢丟了央視的台柱子的位置，節目停播，代言全黄了。當時這個案子呢，我還是做節目說過的。那現在這個弦子到底過得如何呢？好吧，咱們先來回顧一下弦子當年在中國搞女權有多麼的猖狂。我們希望得到一個情緒會受到影響，但是這個是一個必須要克服的事情，由不得我選擇。網上的吃瓜群眾也逐漸理性起來，有細心網友發現弦子的身後竟有一個名為麥燒的女人的影子，她的背景可不簡單，身處境外非政府的神秘組織。當年這個組織就曾抹黑我國，在她的支持下，弦子搖身一變成了國際女權代表，不但是時常在各地演講，還遠赴國外與各國女權會面。可見這件事並非單純，背後或許有黑手在推波助瀾。8年前那個誣告朱軍性騷擾讓朱軍身敗名裂的弦子如今怎樣？你如果知道朱軍過去這8年是怎麼熬過來的，你就知道今天咱們要聊的這個結局有多解氣。很多人看到最近的消息，第一反應都是朱軍贏了，他還能回央視，他到底是被冤枉的。今天咱們就把這事兒徹底扒開。先說最戲劇性的結果，今年的朱軍妥妥的扬眉吐氣了。2月，他突然出現在中国教育電視台，主持2026樂齡春晚，彈幕裡全是爺青回淚目。5一長假，他跟老婆譚梅出來溜達。56歲的譚梅戴個當地絲巾，跟小姑娘似的。62歲的朱軍黑框眼鏡一戴，笑得特別接地氣。可就是這麼一個看起來人畜無害的老藝術家，當年是怎麼被全網當成猥瑣男踩在腳底下的？咱們得先顛覆一個常識。你以為朱軍打這場官司是為了錢？錯了，他索賠的金額跟他損失的比起來，連個零頭都不到。他要的就是一個清白2字。但最戳人的還不是這個，而是他這輩子的極致反差。你知道嗎？在出事之前，朱軍是誰？央視妥妥的一哥，趙忠祥之後最扛把子的那棵大樹，誰見了他不喊一聲朱老師？結果呢，就憑一個實習生弦子發的一篇小作文，一夜之間天塌了。道貌岸然、偽君子、老流氓，所有最髒的詞全貼他身上了。央視二話不說停了他所有工作，品牌方連夜解約，賠多少錢都得解約。曾經跟他稱兄道弟的人，路上看見他恨不得繞道走。他老婆譚梅說了句清者自清，好家伙，直接被罵成同謀帮兇。
他兒子在學校被人指着鼻子嘲笑，連學都快上不了。朱軍這輩子謹言慎行，伺候老藝術家，伺候觀眾，伺候了大半輩子，換來的就是這一身怎麼洗也洗不掉的髒水。那段日子他怎麼過的？他後來沒怎麼提過。但你想啊，一個站在頂峰的男人，突然變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他沒慌，沒崩潰，他就是咬着牙，啥也不說，直接去告了。但真正讓劇情反轉的是弦子的必殺技一個一個被戳穿。你知道他最離譜的謊言是什麼嗎？他當時說朱軍侵犯他的時候，是老藝術家閻維文推門進來，他才得救的，說的有鼻子有眼兒，眼淚嘩嘩的。結果法院一核實，閻維文老師當天根本就不在北京，在別的地方有演出呢。這臉打得響不響？再說他所謂的鐵證，那條當天穿的連衣裙，官方權威檢測上面只有他自己的 DNA， 朱軍的一點都沒有，等於說朱軍碰到他的概率幾乎為零。還有監控錄像清清楚楚拍到他當天進出化妝間神采奕奕，跟沒事人一樣，而且那化妝間人来人往，工作人员进进出出，壓根儿就不是他说的什麼封閉空間。這麼多證據擺在那兒，法院當然駁回他的訴求。他不服，上訴，二審依舊拿不出任何決定性證據。最後法院判決弦子敗訴，刪帖，公開道歉，還得賠錢。官司是贏了，冤屈洗清了，但朱軍呢？央視的核心主持台已經沒有他的位置了。3年前他默默從央視退休，沒有歡送會，沒有告別秀，就那麼安安靜靜的走了。一個把半輩子獻給央視的人，最後是這麼離開的。所以你說這個故事的內核是什麼？是感恩和雙向救贖嗎？不完全是，我覺得是真相和謊言的較量。朱軍沒有沉淪，他找到了新的事做。他去了甘肃民勤，那個常年跟風沙做鬥爭的地方，被聘為防沙治沙公益大使。他不光是掛名，他是真去，跟着志願者蹲在沙地裡壓沙、栽苗，臉曬得黝黑。今年清明又去了，5·1也沒閒着，到處主持節目，活得比誰都踏實。而弦子呢，2審敗訴後內心不服，直接被列為失信，被執行人。國內混不下去，跑到國外搖身一變，成了所謂的國際女權鬥士，被 BBC 選為巾幗百名。前段時間還跳出来譴責國內的案子，結果網友根本不買賬，全在底下吐槽他。自己一身黑還敢說別人，這事兒說到底就是一場由謊言引發的悲劇。朱軍贏了官司，輸掉了央視的黃金10年。弦子看似輸了，但他之前吃的那些流量紅利，害得一個頂級主持人身敗名裂，他也没落到好，走到哪兒都被人戳脊梁骨。但這給咱們所有人提了一個醒，輿論這玩意兒可以是弱者最好的武器，但它同樣也能成為有心之人傷害無辜者最鋒利的刀。咱們在屏幕前敲敲鍵盤很容易，但你隨手轉發的那個爆料，可能毀掉的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一輩子的努力。別讓自己成為謠言的幫兇。好了，今天的話題就聊到這裡。如果你身邊也有人跟風黑過誰，把這個視頻轉給他看看，說說你的看法。當初有多猖狂，如今就有多凄涼。剛剛中國傳來的消息，他的在中國全網的賬號永久性的封鎖了。當年這個打女權打得不亦樂乎的弦子，時過12年才被封鎖，這就說明什麼呀？說明中國在這個女權領域裡邊，這個神經是多麼的遲鈍，是被滲透的有多嚴重。朋友們，朱軍終於等來了遲了12年的正義，但是對於一個主持人來講，這12年的黃金時期永遠的回不來了。好，這個弦子現在過得怎麼樣呢？目前呢，人在加拿大，已經销声匿跡了。初期在國外還很活躍的，以女权主義人士自居，寫一些稿子，積極的戰鬥維權。現在已經沒有什麼浪花了，也很少寫稿子了，主要分享個人日常生活，轉向低調了。雖然分別在25年和26年發表了模糊的我還在宣言作為試探，但也沒有引發多大的關注。另外，不是像網友說的那樣，沒有任何的誣告民事責任，法院已經公開宣判他公開道歉，賠償65.5萬。
這個什麼朱军又撤诉，他人跑了，直接出國了，不履行判决，拿他毫无办法。这个他的影响力也在下降，日子久了，当初跟随的粉丝也差不多瓦解了。毕竟人都要吃饭，也要生活，不能每天陪他维权打女权吧？就是说这个弦子已经是在网上销声匿迹了。人在加拿大，当初拿的那些 NGO 給他的錢估計也全都花完了，也沒有什麼價值了，也被那些人給拋棄了。你看看當初陪他一塊打官司的那個女律師，你就知道了，搞女權的都是一群什麼樣的惡心人，簡直就是掛到牆上辟邪，掛床頭避孕的那種。女權是人類文明的大過濾器，在若干年之後，我的這個理論會得到整個的社會的一致的認同的。點個訂閱，咱們下集再聊。